家人们，我出息了！有一个特别大的品牌准备邀请我去内蒙古看大秀。哎，你说他会不会邀请错了？是那个演员徐亚丁，不是我呀。哎，你自信点，你还可以。哎，据说这个大秀里面还有国际超模刘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金。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。今天晚上会彩排，明天晚上大秀。这就是他们大秀的整个秀场。3、2、1，好，开门，走。大家好听。现在山上的是华晨宇，华晨宇呢是鄂尔多斯他们的另一个品牌善的代言人。哇，太帅了！超棒！我们现在来偷窥一下化妆间。在备场等着日落就可以开始了，然后还有20分钟，20分钟就开始正式的大秀。天哪，这可能一场秀就要筹备半年、1年，光工作的可能得几个月，搭建选模特啊，做衣服啊，做景啊，就等了这一刻。非常近距离的看秀，还可以离大表姐那么近看，太好了，我这个位置。多拍点。看这个。沙漠大秀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特别酷，完全颠覆了我对传统这种羊绒服装那种看法啊！真的非常了不起。尤其是想到这是一家中国品牌，我真的觉得很骄傲。可能很多人会好奇啊，哇，这么漂亮、这么复杂的衣服，难道都是羊绒做的吗？那接下来呢，我将带大家去参观一下全世界最大的羊绒加工和纺织工厂——鄂尔多斯羊绒集团。鄂尔多斯现代羊绒产业园，整个产业园都是鄂尔多斯他们集团的，哇，非常非常大。然后这边呢，主要是做一些这种羊绒的一些深加工、选绒。对，这一块呢就是我们第一道工序。好，来我来选。这个一般羊要长多久才能长出这么长的毛？1年就这么一次。1年，每年到了这个重季的时候，前面就节后左右，它会这么结绒啊，应该这么结绒。一个羊结上个2、3、9，这么多就是一个羊。你要说这个这一个羊。我们现在来参观一下分梳厂的洗绒环节。这个毛啊，刚剪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到它本来的绒啊和毛啊都混在一块儿，所以它这一道环节呢，就是要把这些打碎，把它分开。到这里呢已经很干净了，没有任何味道了。
看这是原来的，现在是清洗的。这个化件主要是做这个化学纤维的一个检测，因为咱们在生产运输过程中，它会在这个羊绒里面混进部分这个化学纤维，像尼龙丝啦、麻袋片啦这些，在这个紫光灯的作用下，它会很明显的去体现出来。但一般这种里面也很少有这些什么化学纤维的存在吧？这个像近2年就少多了。但是过去了是比较多的，过去大家掺它出来卖是吗？对对。哦，都掺起来可以多卖点钱是吧？在90几年、2000年左右的时候，那时候会把这个狗毛和这个羊绒混在一起，就是麻古。放在这里边啊，放进去。通过这个机器，它这我们称为毛斗，它起的作用就是一个均匀的喂入。通过这个梳理，然后到这块转的这个。我们称为一个喂入罗拉，它会把这个绒挤进去，然后通过这下面有一个高速运转的一个滚子，每分钟大约在600转左右，600转，再让这个绒一起旋转，然后通过绒和这个粗毛的重量差异，把粗毛落下去，绒走出来过程。现在是国产，现在是国产设备了。对。哎呀，这个手感太好了。后面还要再处理吗？不需要了，就不需要了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已经成型了啊。这个最早的时候从杨树上割下来，羊毛、羊绒啊，包括一些杂质都在里面。现在是已经处理好的了，感觉再过个什么几年，会不会连人都不需要了，完全自动化了？有可能。我们现在正在通令调校准，跟上面那个误断了，还需要不停的去夹射。夹射的目的干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太干燥的话容易起静电。另外一个就是夹了射以后，绒纤维和这个粗毛纤维利于处理，利于分离。绒价值最高的就是它的长度。它的长度越长，它的价格越长的越长，越贵。对，越贵。越长越细的绒，它可以纺这种特别细的纱，然后做的衣服越薄。好，我们上午呢了解了这个羊绒的原材料的加工的一些流程，我们下午呢带大家来了解一下，如何把它制造成一件衣服。10几年前的时候，我家在广东开针织厂，我先学的缝毛衣，然后再学的织毛衣。但当时呢，我家呢只有7台这样的机器。你看看人家的机器，我待会儿发给我老爸看一看。你看人家的工厂，你看看你的工厂，这种机器因为很贵嘛，它上面那个针呢都很贵，比如上面一根针是那个时候是7块钱一根，然后我们经常会撞坏啊，撞坏以后就容易挨骂，因为太贵了。这个就是100多万一台的机器。这是什么出问题了？有个针有问题了，有个针有问题了啊！这一根针现在得多少钱啊？这根100多，一根针100多啊！你能够看到，你看这根针织出来的都不一样了，这个孔中间大，就是针坏了。如果这个找不出来的话，以前我们总被我老爸骂，就在于我们晚上容易瞌睡，一睡半夜，然后起来发现织了10件都织坏了，然后就要骂死你。这个机器呢是完全不需要再缝盘了。整个衣服呢已经织好了，你看它的袖子，所以这就节省了缝的那道环节。你看它织的时候就是袖子连这个下摆一起织，这个太神奇了，搞得我都想买一台放在家里面去了。100万，我在想什么？这个机器呢，据说是他们和工厂呢一起自主研发的，只有他们家有。一个机器牛不牛逼呢？有一个指标是可以考验的，就是它能够织多少颜色的衣服。比如毛衣啊，传统的那种老式的手工的，就是我爸他们年轻的时候织的时候，那时候只能够织个2、3个颜色、3、4个颜色。后来呢，有那种电脑织机之后呢，就可以出个什么10来个啊颜色。然后这个机器，它可以出100来种颜色，就特别夸张。以前我们织毛衣啊，比如说你想织个花纹，那么呢，它需要2个线进去织，但是呢，它不能够织花的时候进去织，它又需要全程跟着它一起织。就导致呢衣服是双面的特别厚，而这个机器牛逼在于哪呢？它织这个花纹呢不需要织双面，织单面就可以，所以这个衣服呢不会厚，然后又有花纹。但是呢，据说这种机器目前只有他们自己有，所以还是挺牛逼的。这要放到10几年前在广东，那我们得有多羡慕！哇，这太古老了。这是97年，我记得98年的时候，我老爸去广东就是干这个的，每天就这样。以前真的是这么转的，我没有在搞笑。以前在广东，我妈他们就干这个，
因为它这个毛衣啊，很多这种线头，这线头呢不处理呢，很容易就是让它容易抽湿，所以这个环节就需要人工来处理。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，阿姨？有20年了吗30年了。哎呦，30年了。30年。哎呀，阿姨今年多少岁？50多了。说这个企业是改成是深厚了。你看我这位阿姨在这边工作多长了？5多年了，20年。哦。我们缝毛衣呢，那这是我的专业。你看我现在依然没有忘，已经10几年没有缝过了，但是这种东西刻在心里面，好吗？看我的速度还是可以的，还是能够分碗饭吃的。当年我手速快的时候也可以到这样，一边踩着一边缝。现在我不行了。到洗水这个地方，它的机器是需要分颜色洗的，没洗过的是这种感觉，这种手感有点硬。对，这是洗过了。对，洗过以后就变软了。变软了，对，就是洗出来第一锅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看这个尺寸，尺寸不对的话，得重新洗。对，重新洗，有可能水温上调整。啊，水温越高它越缩水是吧？对。哦。经常比如说我们买回去衣服以后用开水一烫，它容易缩水。容易缩水啊，所以毛衣不能用开水来烫。羊与羊之间的打招呼就是碰头，就是这样。哇，这个肚子还会动。那鄂尔多斯呢？真的不愧是拥有40年历史的这种企业，基本上代表了国内羊绒加工行业的天花板了。鄂尔多斯呢，最早在1989年的时候呢，在央视上打了一个广告啊，叫鄂尔多斯温暖全世界啊，一炮而红。后来呢，鄂尔多斯呢还自建了模特队啊，就将这种展销啊和时装表演呢融为一体，在那个年代啊非常时髦，非常前卫。但在2010年之后啊，随着我们年轻一代消费者的崛起，那大家呢越来越注重这个产品的时尚感。那羊绒衫呢，因为单价又比较高，然后款式比较单一，所以一度呢就沦为老气的代名词。那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呢，2016年呢，鄂尔多斯呢就开始重塑鄂尔多斯和鄂尔多斯呢1980这2个品牌。其实不光是鄂尔多斯啊，这几年呢，许多的国内企业呢都在谋求改变，都在努力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。那我们有幸见证了国货波澜壮阔的崛起之路。中国制造呢，早已经不是当年的样子了。这背后呢，是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，是整体实力的一个提升。在我们走访工厂发现啊，车间里面很多阿姨呢都是做了20年、30年，你很难想象啊。一个普通工人在一个工厂里面可以待这么长的时间。其实每一代人呢都有每一代人的责任和苦衷。改革开放40年呢，中国大部分的产业能取到如今的成就呢，都是依靠父辈们10年如一日的坚守和打拼。像我们父母他们那一代，可能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，但是为了养家糊口，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背井离乡，带着年轻的胆怯与迷茫，周旋于时代的浪潮。新疆棉事件以来啊，国货品牌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和认可。但国货品牌如何走出国门，却仍旧是一个很大的难题。这不仅是一个商业问题，这背后呢，更重要的是如何重塑我们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自信。而这个问题，在我来看，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。我们应该承认啊，目前国际局势呢，正在处于大国竞争的新冷战背景下，而这样的大背景下，品牌的市场竞争呢，本质上也是大国文化的竞争。这是一场霸权国家强加给我们的竞争。为了发展呢，我们也不得不应战。作为目前国内少有的高端成衣品牌，在我看来啊，鄂尔多斯呢，完全有实力、有机会成为冲出国门、立足世界的品牌。毕竟，只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国产品牌站起来，敢于往外走，那世界呢才能更好的认识我们中国。那最后呢，我们也希望啊，鄂尔多斯可以稳扎稳打啊，走向全世界，是吧？那以后呢，我可以跟大家吹牛，哎，我也是掐过鄂尔多斯饭的人，毕竟也不是每一个脖子都可以掐到鄂尔多斯的饭，哼。OK，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啊！如果大家觉得我们拍的还不错啊，希望给我们一个点赞，一个3连啊，感谢。